谢谢主席，有请国科会吴主委。有请吴主委。各位好，你好，主委。本席手上呢有一张空白支票哈。如果你捡到一张空白支票，你会随便填一个数字就拿到银行去兑换吗？不会，不会，会送到警察局啊。当然嘛哈，我是没有想要这个去讲太多哈，但是确实啦，有人乱填就应该要送到警察局啦哈。所以您既然知道空白支票不要自己乱填金额去兑现哈，正常人都不应该这样做。那国科会为什么在空白支票上写的不清不楚，自己就填上3000亿元，要求全台湾的人民必须要兑现买单，啊，要求我们就应该要通过预算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哈，112年11月，行政院通过晶片驱动台湾产业创新方案，规划113年到122年，10年3000亿，哈。我手上就是这个计划书的核定本，施行期间113到117年，一共5年。这5年当中，政府到底要做哪些事情？主委知道这本核定本报告书有几页吗？我直接告诉你，36页。36页里面的预算有多少钱？主委知道吗？这一题应该可以回答吧？我们这5年要花多少钱在精创计划？我们预算其实是你知不知道？不知道，我告诉你。不知道，我告诉你。好，你逐年编列哦。好，这一份呢，我们里面看到的是1330亿元，等于一页，这样一页，我们帮你算过了，一页36亿。未来是预估了，我们再一页，我们立法院也是逐年审嘛。36亿。我先讲啊，为什么我今天带这么多本上来？我们没有看到。第3年要花多少钱？第4年要花多少钱？第5年要花多少钱？第6年要花多少钱？我们都没有看到。预算法里面写得很清楚，分年的计划，当你在续年的时候，就是要讲清楚每一年到底要花多少钱。如果讲了之后有修正，还可以再来修。但我们现在看到的内容其实非常的不完整。我先确认一下啦，我刚刚不小心就撕掉了72亿哈。那我们先看一下。这本核定本，主委有没有好好看过？我们通常最注意的还是在明年的预算，因为它是比较2024到2028，这里面有没有明年？有嘛？明年明年至少在里面就是100多亿哦，183亿。好，你现在讲183，我待会跟你交流一下哈。这里面你没看过没有关系，我直接告诉你。第1页到16页就是讲国际现况、台湾现况跟困境。第17页开始到31页谈我们的愿景，但是没有 KPI， 没有 OKR， 没有人力资源的配比。到底我们要怎么完成？稍微，老师稍微等我，老师稍微等我一下哈。待会我会分享一下内容哈。我想先问啦哈。我们从2月开始就不断的要精创计划的内容跟规划，还有执行的做法，我们到现在都还是只有得到这一本。所以老师您可以回答，其他的计划内容在哪里？委员哈，那个是方案啦哈，所以它本来就是没有细部的 KPI， 我们每一年的计划都在审，所以我请14年的精创的计划现在是183亿。好，并不是上面写的1年300亿啦，好，所以我们是详细的审核，那是框列，那个是整个的 vision 的这个整个方案的推动是这个样子。我想，委员你看过很多的审查计划，你应该知道这个方案其实整个方案的意义是这个。好，谢谢老师。老师在 AI 还有半导体真的做很多事，我们以前在台大共事也很愉快哈，你也指导很多。但是我要先讲哈，我们目前真的认为现在精创计划的预算还有很多细化讨论的空间哦。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一一列出来，就会发生这个做到一半发现有问题，那个到底是不是属于精创计划？老实说，预算书里面，你们如果拿晶片驱动台湾产业创新方案里面去搜寻，是完全找不到的。每一个专案的名称都变得不一样。我们来讲刚刚老师讲到的这个主委也提到的183亿嘛，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的预算，您在媒体上喊200亿，然后呢，你在国科会业务报告第4页提到183亿，
结果呢，昨天国科会又提供给我们的资料，加起来，我说青创计划明年到底是多少亿？加起来90亿。然后呢，我们还把经济部的加进去98亿。还有什么呢？我们再去看了里面，到底，我就想请诸位说明一下，精创台湾114年度的预算，到底是200亿、183亿还是98亿？我们现在是183亿，那现在是国科会，那之前是，未来是。我们行政院的预算书里面就是这样哈。那国科会就是你们的预算，对不起，我念一下啊，114年度国科会执行之精创计划含他部会主题计划加起来90.039亿。我们把经济部加上去90，你如果只有国科会90.49，把经济部加上去98.039。所以如果我们只有36页。然后呢，预算书里面每一个名字都不一样，就会有这个问题。预算书应该是正确的啊，就国科会98亿，经济部其实有73.3亿，数发部7.7亿，教育部2.5亿，国发会、农业部、卫务部都有，比较少。所以183不会再变了哦。不会啦，183是了。那如果多了，如果少了嘞？你确定哦？那个要确哦。如果立法院，我们都有录影记录哦。好，回去算一下，很可能会变哦。因为你们在预算书，我真的拜托主委还有各位官员回去看一下，你们在预算书里面的每一个计划都不叫做晶片驱动台湾产业创新方案，为什么每一个名字都不一样？你们是想加多的时候就加多，想变少的时候就变少吗？我在这里跟主委交流一下，预算法第39条，继续经费预算之编制。应列明全部计划之内容、经费总额、执行期间以及注意哦，各年度之分配额，依各年度之分配额编列该年度的预算。是各位那我们连明年的预算数字都会变了，后年呢？大后年呢？那个各位，那个精创方案哦，它是一个方案，真正行政编预算的时候是要有计划的。那个计划如果是多年期，一定多年期，那个计划都会有啊。所以我们在精创方是一个方案，这是一个已经核定的，行政院核定，那是10年3000亿，核定本出来，5年1330亿。行政院核定什么叫只是一个方案？不是立法院核定，那是行政院核定。但是我们报立法院的一定是计划。那我们怎么监督啊？一定没有计划，你们计划不清楚，我们怎么监督啊？我们计划都清楚。预算法第39条，我们计划都清楚，现在只是说哪些计划是纳在精创方案里面的。谢谢哈，我认为大家都很认真在做事。好，我们在预算书里真的没有看到这个名字的计划，每一个名字都不一样。不是计划，精创方案不是计划，但是在精创方案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计划，他没有把精创方案写出来。那每一个名字都不一样啊，都是跟晶片有关的。好，没关系，我相信你们有一个 PDF 档是有列出来的。好，本席在此希望要求国科会的主计单位，好，依据预算法第39条，今天下班前找到这个档案，好 ，PDF 也好 ，Excel 也好，把应该列明的资讯、分年的计划、各年度的分配额，好，以书面方式。符合39条的内容，书面方式送到本席的办公室，否则我觉得这样我们怎么，这是不是规避预算审核啊？好，这根本就是一个1330亿的大黑箱，甚至是一个10年3000亿的大黑箱啊！没有啦，那你跟我讲4个字，只是方案。精创台湾那是一个方案，那是行政院的方案，但是我们计划一定都会按照预算法编列。一定都会的。所以对不起啊，我觉得我今天比较激动，因为我是真的很希望搞清楚，在座有很多都是我的老师，所有人都非常在意 AI 的发展。好，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人搞得清楚，我们3年后可以花多少钱，4年后可以花多少钱。好，我们台德做的这么努力，可能就1亿多，够吗？我们的算力现在50几，全球排名第17，够吗？然后我们问来问去，每次算力的数字都不一样。你在内容报告书里写100 petaflops， 然后呢，现在变成116。刚刚呢，我们又知道说，5年内算力要变成280，加上大南方又变成480，480，我们好不容易可以排到亚洲第2名，对不对？我们想要排亚洲第3、前3嘛，对不对？我告诉主委，
亚洲第2名是2024年的第2名呐。不是，我们将来还有你480加上去，我们还有可能产业投入还没有算呢。你看新加坡，所以我们想知道您是怎么算的？因为南韩的数字2028是多少？您2028要花多少钱？什么样的计划执行的方案？我们没有看到，所以我们希望可以看到，跟大家一起努力，好不好？这个可以，主委可以帮忙吗？请主计单位把预算的细节交付到本委员办公室，哈。否则啦哈，我认为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哈，我就给您8个字啊哈，希望科学计算。我们到底什么样的目标，用科学的方法去计算，不要用喊的。好，合理的预算，科学计算，合理预算，让我们台湾真的成为 AI 影响力的中心。好，我会请谢谢委员2位老师一定会把它弄好。好，谢谢单位，主计单位，好不好？主计单位，主计单位。好，谢谢。技术的人都做得非常的完整，现在是资料整合的问题。好，我们会把它弄完整。因为时间已经到了哦。谢谢。好，谢谢葛如君。